蓝忘机睁大了眼，魏无羡又轻轻触碰了一下他的舌尖，然后迅速收回，有些兴奋地等待着蓝忘机的主动。果然，蓝忘机也毫不客气，在魏无羡的配合下，毫无障碍地撬开了魏无羡的齿关，勾起他的舌与自己缠绵。魏无羡开始还游刃有余，有些自豪自己的换气能力，在蓝忘机的训练下居然突飞猛进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他的唇就被亲得有些木了。蓝忘机太过投入，依然卷着他的舌纠缠不休。魏无羡呜呜两声，示意蓝忘机放他喘口气，但是由于被抱得太紧，他发出的声音实在太过微弱，听在蓝忘机耳里就像是在引诱他更进一步。蓝忘机在魏无羡的腰上重重揉了两把，引得魏无羡又呜呜两声，接着便像是被抽光了力气，腿一软就往下滑去。蓝忘机眼疾手快，一手扶着魏无羡的背，终于是放开了他片刻。魏无羡被吻得气喘吁吁，双唇微微有些红肿，因为刚刚上不来气，被逼得泪花翻涌，此刻正无力地攀着他的肩。蓝忘机借着月光将他现在的模样尽收眼底，目光愈加深沉，刚要垂手继续吻下去，魏无羡总算记起来这是在室外，还是江城的地盘，立刻抬手捂住了他的嘴。魏无羡又喘了两口气，终于缓了过来。看着被捂住嘴的蓝忘机眼中明显的不满，魏无羡扑地笑了出来，一手继续捂着他，另一手捏捏他白皙的脸颊，调笑道：二哥哥这么性急，还记得这是哪儿吗？接着又扒着他的肩膀，在怀中直起来一点身子，凑到蓝忘机的耳边，唇瓣含了一下他的耳垂，一边吐气一边轻轻说道：韩光俊，我们回屋呗。蓝忘机被魏无羡含了一下耳垂，搂住他的手瞬间收紧。魏无羡吃痛，却又笑了一下，催道：二哥哥，走啊。蓝忘机抄起他的膝弯，就用这个横抱的姿势，脚下动作飞快。不过几次呼吸的功夫，就到了他们的房间门口。蓝忘机一脚踹开了房间的门，蓝忘机进屋转身就把魏无羡放下，一把把他按到门上。魏无羡身体撞击门板，发出咚的一声，唇立刻就被压住。蓝忘机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在上气不接下气的亲吻中迷乱了意识。蓝忘机拉着他的手臂放到自己的肩膀上，魏无羡无力的手臂不自觉地圈住了蓝忘机的脖颈，身后是冰凉的门板，身前还在承受着蓝忘机热情似火的吻。魏无羡有些难耐，却又有更多渴望。他们辗转着头部接吻，两人粗重的喘息交杂在一起，间杂着魏无羡一两声无意识的轻哼。蓝忘机的舌一路攻城略地，忽而紧紧纠缠着魏无羡的舌，忽而又去触碰他敏感的上颚。许久，两人才分开了些许。魏无羡闭着眼喘气，他感觉蓝忘机和自己在一起之后，似乎越来越不拘小节了。蓝忘机两次踹门，每一次都是因为抱着自己，难道是自己把他带坏了？罪过罪过。蓝忘机看着明显神飞天外的魏无羡，眼中有些许不满。他抬手替魏无羡将嘴边的一缕银丝拭去，接着便一手抬起他的下巴，沉沉的声音响起：在想什么？魏无羡睁开眼睛，面前俊秀的容颜在黑暗中有些虚无，只有少许月色透过窗子为蓝忘机浅浅地镀上了一层流光，显得眼前人更为缥缈，仿佛下凡的谪仙。这份缥缈让蓝忘机显得格外不真实。魏无羡感觉如果现在不去抓住他，他下一刻就会立刻飞天而去，因此他立刻双手捧住了蓝忘机的脸。当然是想我的二哥哥了。魏无羡踮起脚凑向蓝忘机的脸，左眼冲他轻挑的一眨，不仅想大的，还想小的了。仿佛被一根糖丝小针刺中，蓝忘机捏住魏无羡下颌的手一抖，紧接着单手将他拦腰夹起来。啊，蓝湛，你不能换种抱法吗？这种姿势让魏无羡十分没有安全感，他惊恐地叫喊出声，可是还没喊完，就被蓝忘机扔到了床上。蓝忘机低沉的声音随之在他上方响起：不能。魏无羡冲蓝忘机无辜地眨眨眼，答道：那好呗，你说不能就不能。接着突然抬起身子搂住蓝忘机的脖子，不甘示弱地用力一番，便把他压到了身下。
魏无羡一把拽开了蓝忘机的领子，随着布料嗤的一声轻响，蓝忘机大片的胸膛与脖颈暴露在空气中，血一般的肌肤让魏无羡微微晃神。唇齿压上他的锁骨，魏无羡伸出舌尖轻轻舔了一下，又小小的啃了一口，满意的听到蓝忘机一声闷哼。他抬眼去看蓝忘机，而对方似乎是正想起身去脱他的衣服，却又被魏无羡按住双肩一把扑倒。不许动！今天哥哥我就要在莲花坞把你给办了，了却我的一桩心愿。看着蓝忘机似是因为微微有些赧然而泛红的耳根，魏无羡知他是想起来藏书阁那个以你的梦，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二哥哥，不光是你想把我在藏书阁办了，我邀请你来云梦玩，也是想在莲花坞把你给办了呀。魏无羡满嘴胡说八道，只是逗着蓝忘机好玩而已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蓝忘机忍了忍，又忍了忍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一把翻过了身，咚的一声将魏无羡压在了身下。哎，你怎么？魏无羡一句话还未说完，见蓝忘机突然脸色一变，接着就被他轻轻掩住了口。不远处，一阵清晰的脚步声正在不断接近。魏无羡转了转眼珠，二哥哥怕什么？蓝忘机也不做他想，扶手吻住了魏无羡的唇。谁知正当蓝忘机的手已经伸到了魏无羡的腰带准备解开时，咚咚两声敲门声响起。魏无羡一瞬间头皮都要炸开了，心道：衣服都要脱完了，就凭这人如此没有眼力见，不开门也情有可原。如此想着，他又圈过蓝忘机的脖颈，含含糊糊地说：别理他，我们继续。便又含上了蓝忘机的唇瓣。结果咚咚咚咚敲门声连响4声，听起来十分着急。魏无羡一句我操已经到了嗓子眼，但是接下来传来的人声让他不得不停下来。魏无羡，我有急事要跟你说。门外居然是金陵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魏无羡清了清嗓子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清亮。什么急事？我和韩光君都准备歇歇了。金陵似乎犹豫了一下，却又接着道：我明天就得回金陵台了，下次再见到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魏无羡颇为无奈，蓝忘机重重地喘了口气，又扶手咬了魏无羡下巴一下，才算是勉强挪开了身子。又平息了一会，两人随便套上了衣服，便给金陵打开了门。金陵一进门，有些无措地看着蓝忘机。年轻一代的小辈们大多都怕韩光君，即便是现在已然身为兰陵金氏家主的金陵也不例外。蓝忘机正在倒一杯凉茶慢慢喝着。魏无羡道：什么急事赶紧说，说完各回各屋赶紧睡觉。金陵道：莲花坞覆灭那时，舅舅和你一起逃出了莲花坞，可是舅舅趁你买粮食的时候跑了回去，所以他才被抓住画了金丹。魏无羡奇道：江澄连这也给你说？金陵没有理会他的问题，径直说道：其实他本在原地等你，但是有一队温家的修士来了，他们在街上巡逻，眼看就要撞上正在买干粮的你。魏无羡睁大了眼，凭他的聪明，不可能猜不出来金陵下一句即将说的话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江澄是为了他才被抓住画了丹。